男人休息时无意间发现鬼子大佐居然不在办公室办公，于是他立刻关上房门，快速来到他的办公桌前，并利用铁丝直接捅开了抽屉。而他本以为很快就可以找到日军的战力部署图，可不料当他看到一份文件的时候，心里却直接咯噔了一下，因为根据上面的内容显示，不仅看到明家可能都是抗日分子，而且还详细的记录着他们每一个人的作息时间。这不禁让阿成立刻就意识到身边可能出现了内鬼，不过他却顾不了那么多。而就在他还在继续寻找战力部署图的时候，鬼子大佐却已经回到了宪兵队。在得知阿成独自一人在他的办公室的时候，便直接就给了鬼子小左一巴掌，随后就火急火燎地朝办公室跑去。不过当他推开房门之后，却发现办公室根本就没有阿成的人影。不过他却并没有放松警惕，而是直接来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，并打开抽屉查看里面的文件。在确认文件的顺序都没异常后，他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就在他疑惑阿成到底在哪的时候，不料这时阿成竟从外面走了进来，而且手里还端着2杯咖啡。这不禁让南田洋子瞬间就打消了心中的疑虑。不过让他怎么都想不到的是，阿成其实早就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文件，只不过在发现他回来的时候，便立刻出去泡了2杯咖啡。眼看南田洋子并没有怀疑自己，阿成也直接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资料，随后他便立马回到了明家，并将刚刚见到的全部都告诉给了大哥明某。我在南田洋子的办公室里发现了顾郎的报告，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和我们明家有关的，而且顾郎直指大姐就是共产党，说你有重庆分子的嫌疑。最后还有一句话，阿成可立。我们身边最近有什么新进的人员？可现在办公室并没有新进的同事，而且家里一直也没有外人出入，这不禁让阿成想到了刚刚回来的桂姨。从我看到文件一直到现在，我能够想起的就只有他。10几年不知踪迹，确实值得怀疑。你马上查一下他的档案，档案是可以作假的。如果你能查出他的档案作假，人就是真的有问题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保持常稳。而另一边的桂姨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身份即将暴露，居然直接约见了情报处处长汪曼春。尽管他第一时间就说出了自己孤狼的代号，但汪曼春却表示在76号档案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于是无奈的他也只好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，那就是希望汪曼春能出手调查明家大姐。因为根据他在明家的潜伏发现，明家大姐不仅已经将财产通过香港银行转移，而且似乎还通过银行的保险柜在传递情报。不过由于保险柜在法租界，即便是日本人也不好直接搜查，所以他希望汪曼春能帮自己去核实里面的东西。您可以在银行安插自己的眼线，剩下的事就是顺藤摸瓜，挖出上海地下党的秘密巢穴。方处长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您还怕没有证据坐实您仇人的死罪吗？很显然，汪曼春对这个情报非常的满意，当即便同意了桂姨的方案。